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伊人。身为设计师或工程师的你，一定有过这样子的感觉：好不容易在 Figma 里面把页面设计好了，想要让 AI 直接拿去实作，结果发现 Figma 的 NCP 只能够读取设计稿，没有办法直接修改，还是得靠人工一个一个对齐规格，来回确认细节，整个流程卡在中间，动弹不得。如果可以跳过这些麻烦呢？如果你只要开口说 AI 就帮你把使用者界面设计并实做出来，那该有多好？今天我要介绍这个工具，就是让这件事情成真。它叫做 Pencil，一个真正让 AI 直接设计使用者界面的工具，不再是读取，而是从画布到程式码一气呵成帮你做出来哦。现在的开发流程应该还是从设计师做完使用者界面，再传给工程师实做出来。当有无数的修改，这样的流程要进行无数次，可能会造成不少的摩擦。后来透过 Figma 设计出来的，可以让 AI 透过 NCP 协定直接实做出来。不过目前只能够读取设计的内容，没有办法直接修改。也就是说，AI 它看得到你的设计稿，却动不了，不能够直接修改，还是透过设计师来更改。工具之间依然没有办法真正顺畅以协作，所有花掉的时间都叫做沟通成本。在开始教学之前，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Pencil 这个工具。Pencil 是由 HiAges 的 Tom 所开发出来的。它的出现代表不只是一个新工具的诞生，而是一种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以前我们做设计习惯打开 Figma，一个像素一个像素地堆叠出静态画面，但 Pencil 提倡的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叫做 Vibe Design 感性设计。简单来说，就是你不需要亲手去排版、调间距，你只需要表达你的感觉，剩下的交给 AI agent 直接帮你生成设计。这个背后有一个更大的理念，让设计不再只是视觉的产出，而是变成一种可以被程式化、可以自动化的创意产线。设计师的想法直接成为可执行的流程，这就是 Pencil 所代表的 Creative Device 创意开发维运。设计不再只是艺术，它也可以是工程。如果你觉得我的分享有帮助到你的话，请帮我点个赞。还没有订阅的朋友们，请帮我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有最新的影片就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我会持续带领大家探索更多 AI 的内容哦。接下来继续下去了哦。好，我们现在来直接操作看看。首先前往 Pencil 的官网，进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设计相关的资讯。看到价格的页面，现在目前是免费使用的，想要试试看的人，尽快试试哦。我们来到下载的页面，有看到桌面的版本和扩充功能的版本，两种安装方式都是分开的。
连程式也是独立安装完整的 Pencil 的软体哦。那我们先下载并安装桌面的版本，安装完之后，旁边有提供扩充功能版本的 Pencil，里面有完整的功能。如果单纯要使用编辑器，就只要使用扩充功能的 Pencil 就好了。我们先来示范 Pencil 的桌面安装的方式。打开 Pencil 之后，第一次会出现启用认证的提示，必须填入 email 来得到启用码。我们就输入自己的 email 后，按 Send 的按钮，到自己的信箱去收取 Pencil 启用码的信件，里面会有启用码。我们就复制启用码来用。回到桌面版里，我们输入启用码后，按 Automate 的按钮，接着要设定 AI 工具，你就选取要使用的 AI 工具进行设定。因为我们这边没有要设定，我们就先关闭。我们会看到有4个区块 Layers 功能选单 AI Chat 样板显示的区块，这边的功能我就不详细介绍了。我们要使用 Google Anti-Gravity，所以我们点击 Add to Anti-Gravity 来进行安装。接下来就会看到 Anti-Gravity 会执行起来，并要安装扩充套件。会看到 Pencil 的安装页面，选择 Install 进行安装。过程就像一般安装扩充软体一样。安装完成之后，马上就会进入 Pencil 功能页面，接着会出现启用设定，跟桌面版一样，因为是独立的个体，所以要分开授权。目前是这样，不知道之后会不会改变。流程就像桌面版启用方式一样，我们就不再重复了。不过这边有一点不太一样，不知道是我开启版面太小，一直没有出现启用码的表单。不过最后还是出来了，最后会跟桌面版看到的区块是一样的。接下来要透过 AI 工具使用 Pencil，将我的网站的首页重新设计一下。等待了一下，AI 帮我把首页设计完成了。我们也有看到 Pencil 的画面的改变，可以以视觉化的方式进行修改。如果不满意，也可以再用对话的方式来更改。修改到满意之后，要来储存，会以 Pen 的档案格式存在专案下。我把这个页面存成 rbbr-index.pen，点击这个档案就会直接开启 Pencil 读取这个设计页面。现在要把 Pencil 的设计页面输出成 HTML，一样在 AI 对话框下打，帮我把档案 rbbr-index.pen 制作出 HTML 来。
输出完成了，也有看到 index.html 被打开了。我们看一下 index.html 的内容，很基本的 HTML 区块，使用 Tailwind CSS 语法的区块，真的有一点特别。我没有下这样的条件，本来以为会使用传统的 CSS 的样式，大致上没有问题。最后来看一下呈现的结果，跟 Pencil 呈现的设计是一样的。到这边我们已经了解 Pencil 的相关的内容，也实做了 AI 使用 Pencil 去建立视觉化的设计页面，并且也用 AI 建立 HTML 的页面了。现在你的 AI 就可以使用 Pencil 的功能了。如果你在实作的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或是对什么有疑问，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我会亲自为你解答。荧幕旁边是我为你推荐的其他的教学影片，有兴趣的朋友一定要点进去收看。谢谢今天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集再见了哦，拜拜。